中国大陆用户购买加密货币其实会面对许多的难点，比如币安、OE 该怎么注册和下载，人民币该怎么入金，入金后该怎么购买比特币、以太坊这一类主流币，在加密货币里面赚了钱之后又该怎么安全变现。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就详细的给所有想要购买加密货币的新手小白一次性讲清楚这些难点和流程。首先，在手把手教大家操作之前，先要给大家说清楚几个问题。第一，币圈哪家交易所最靠谱？币安和 OE 是全球最大的两家交易所，也是买币最需要最先下载的两个 APP， 可以说是每个新手首选的两个交易所。我的视频下面有 OE 和币安的注册链接，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注册，就可以永久的享受20%的手续费折扣。第二，大陆用户买币到底安不安全？其实这句话的话，我们要辩证去看待。虽然在中国大陆各种政策打压加密货币行业，但是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明文规定正常炒币是违法的。但是呢，你通过加密货币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查到你了，那肯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新手小白到底会遇到哪些坑？币圈的话，虽然充满着各种暴富的奇迹，但是也会遇到很多一些坑。我觉得新手小白购买和出售加密货币，尤其是 USDT， 一定要防止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后面的话，我也会详细的讲解防冻卡的一些技巧，同时我也录制了一期币圈反诈指南，大家回头可以多看一看。第四 ，USDT 是一个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新手小白购买加密货币无法绕开 USDT？ 因为币圈不像炒股票，可以直接人民币炒股，所以说币圈就发明了一个稳定币。USDT 是众多稳定币当中最主流、最常见的稳定币，它是和美元直接挂钩的，美元是什么价格，它就是什么价格。所以说币圈的人都是用 USDT 去购买各种加密货币的。第五点，加密货币是放在交易所好一点，还是放在钱包好一点？这一点我要奉劝所有的新手小白，你购买的加密货币最好是存放在币安和 OE 这种大型的主流交易所里面。因为币安和 OE 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他们的安全系统和工程师技术团队都是一流的，也是平稳运行了这么多年，并且都拿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合法牌照，这比你自己存到链上的钱包会安全许多。假如你自己把币存到链上钱包的话，你要保证你自己的手机以后会不会有木马和病毒的入侵，你自己会不会点到那种盗币的假链接，你自己的助记词会不会被丢失，这就是你需要面对的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和风险。所以我个人还是推荐所有的新手小白，你购买好加密货币，比如说比特币、以太坊这类主流币之后，还是安安心心的存到币安和 OE 这种主流的交易所里面。接下来我会手把手的带大家下载、注册币安和 OE 交易所，以及如何使用币安、OE 交易所入金、交易、变现等功能。你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点击展开这个按钮，然后选择更多，就可以看到币安和 OE 交易所的注册链接。我们先以币安交易所为例，点击这里的链接，跳转到手机的自带浏览器上面，就进入到了币安的注册环节。首先的话，它会要求你输入邮箱或者是手机号，填写好邮箱之后，会有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把你邮箱上面收到的6位数验证码填写上去。输入好验证码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创建密码这个环节。创建密码的话，要按照它这下面的3个要求来创建自己合适的密码。密码输入好之后，继续点击下一步。OK， 这里就已经注册好了。我们接着要点击这里的下一步，就来到了币安的身份认证这个环节。身份认证这个环节的话，是需要你去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提交上去，然后录入一下人脸信息，无非就是张张嘴、眨眨眼、摇摇头，大概1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可能这里有很多新手朋友的话会担心，我录入了身份信息的话，会不会有身份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其实你完全没必要这种担心，因为币安和 OE 的话是十分注重客户的隐私信息保护，并且币安和 OE 运行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因为这种负面新闻而报道出来。交易所的实名认证环节也是为了防止一些黑油黑钱流入到交易所平台，这对散户和交易所平台的话也是一种双重保证。并且如果你不做实名认证的话，交易所的很多一些功能你也是用不了，至少 USDT 的出入金这个重要的环节你就是用不了的。注册好币安交易所之后，接下来我们注册 OE 交易所，同样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邀请链接，跳转到手机的自带浏览器，这里它会询问你的居住地在哪里，这里的居住地一定是要以你身份证的实际国家或者地区为主，点击勾选，再点击注册账户，然后就是添加你的邮箱地址，输入完邮箱之后，接着点击注册，会有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输入验证码之后，它会自动跳转下一步。接下来的话就是需要你添加手机号，手机号的话，这里可以直接切换中国+86的手机号，
输入完你的手机号会有一个6位数的短信验证码，收到短信验证码之后直接填写上去，就会自动跳转到创建密码这个环节。创建密码的话，大家一定要按照这里要求的密码设置的条件来设置你的密码。继续点击确认。接下来就是需要你创建通行密钥这个环节。通行密钥就是把你的人脸信息或者是指纹信息录入进去，录入完成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你的人脸识别来登录你的欧易账号。我们点击立即创建，这里要选择在你的苹果手机上面存储在密码这个 APP 上面，点击继续，这样就成功注册好了欧易交易所的账号。接下来我们就会面临一个币安和欧易 APP 的下载问题。如果你的手机是苹果手机的话，就需要你拥有一个海外版的苹果 ID 账号。我个人推荐的话是台湾版的 ID 账号会更方便一点。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台湾版的苹果账号该怎么去获得，直接到百度上面直接去搜台湾的 ID 关键词，会出来一大堆的卖账号的。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网页，进到这个网页之后呢，我们购买一个中国台湾版的 ID 账号。购买完之后呢，也不要去直接登录到你的苹果手机的 iCloud 里面，只需要登录到苹果的 App Store 里面，在 App Store 里面直接搜索币安和欧易的关键词，就可以下载币安和欧易了。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你搜索 OKX 交易所的时候，会出来2种 OKX 的 APP， 排名第一的 OKX 是带有广告版的这个备注的字样，这种情况不要下载，而需要下载的是排名第2的这种正版官方的 OKX 的交易所。点击这里的下载按钮，直接下载。下载好币安和欧易交易所的 APP 之后呢，我们直接退出你刚刚购买的苹果 ID 账号。等到哪一天 OKX 或者是币安需要更新的时候，你再次登录上去更新一下，接着就退出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手机的话是安卓手机，想要下载正版的币安和欧易的 APP 的话，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谷歌 Play 商店的 APP。至于怎么搞定谷歌 Play 的应用商店呢？就需要去下载一个谷歌3件套。我给大家找了一个2025年最新的谷歌3件套的安装教程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链接呢，我会放到我的视频的下方，大家可以先仔细学习一下这个视频的教程。学习好这个视频教程之后，你成功安装好谷歌3件套之后呢，在你的手机屏幕里面就可以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 Play 商店的一个 APP。点击 Play 商店 APP 之后啊，进去会要你创建一个谷歌的账号。创建好谷歌账号之后，在上面直接搜索 OKX 或者是搜索币安关键词，就可以直接点击安装了。安装好币安和欧易交易所 APP 之后啊，我们先点击币安的 APP， 点击进来之后会进到这么一个首页，这里有个注册和登录的按钮，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把你刚刚注册的币安账号直接登录上来。登录进来之后，我们先不要着急着去操作。在首页的左上角有这么一个按钮，咱们点击一下，继续点击这里的一个三角形的箭头，就会来到你个人账号的信息的一个页面。在这里有一个账户安全，我们点击这里，点击一下，就会进到一个双重验证的这个环节。这里的双重验证，我推荐大家把通行密钥和身份验证器这2个步骤给完成。通行密钥的话，和刚刚之前注册欧易交易所添加的通行密钥也是类似的，直接把你的人脸信息录入进去。接下来你登录币安的账号的话，直接就可以扫脸登录了。我们再打开欧易交易所的 APP， 在欧易交易所的 APP 的首页呢，它的左下方有一个登录的这个按钮，咱们点击一下登录，再把你刚刚注册的欧易账号登录上去，进到欧易账号的 APP 里面呢，这里首页的话会提醒我们要做一个身份认证的一个环节。我们点击身份认证，点击下面的立即认证，这里它会确认你的居住地的国家和地区。居住地的国家和地区的话，请以你自己身份证上面的国家地区为准。我们点击下一步，选择居民身份证，点击下一步，然后继续点击开始认证。这里就需要你上传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上传好身份证的正反面之后，还会要录入一个人脸信息，无非就是张张嘴、眨眨眼、摇摇头，大概1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这些环节都搞定好之后，就相当于币安和欧易这2家交易所的注册、下载以及安全设置这些环节全部都搞定了。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操作一下如何使用人民币来购买 USDT， 也就是交易所入金这个环节。交易所入金的话，其实就是把你手中的人民币去购买成 USDT， 但是这里要多说一句，你手中的人民币不是直接打给交易所平台的，而是在交易所的 C2C 买币这个系统里面，会有各式各类的这种商家，商家的话会发布各种不同价格的 USDT 的一些订单。当你选择好一个合适的商家，点击购买的时候，
平台呢就会把这个商家手中的 USDT 给冻结起来。等你付完钱之后，商家也确认收到这笔钱之后呢，平台就会自动的放给你这笔 USDT。所以说你也不要担心你打钱给商家会不会跑路这种情况，因为商家的话在币安和欧易这种 C2C 系统里面，它是支付了很大一笔金额的保证金，所以它的作恶成本是很大的。至于有些小白会担心，比如说我入金我打钱给对方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的银行卡被冻卡？其实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买币这个环节，买 USDT 这个环节的话，还是冻卡的概率会很小，因为商家是要收款的这一方，你是打钱的这一方，反而是商家更害怕收到你的黑钱，并不是你的银行卡会被污染。反而我们这些散户更加要注意的是出金这个环节，也就是当你在交易所赚到钱之后，你要把 USDT 去变现变成人民币，那接下来的话就需要小心这种各种一些不干净的钱了。接下来我也会讲到一些防冻卡的一些技巧。我们接着来看入金的一些流程。首先的话，在屏幕的右下角会有一个我的板块，我们点击一下，点击之后会找到这个收款方式。收款方式这里呢，可以添加支付宝、微信、银行卡等各类收款方式。添加好之后呢，我们再回到 C2C 的这个系统里面。这 C2C 的系统里面分为3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快捷区。快捷区的话，就是意味着你直接在这里输入一定数额的金额，点击选择支付方式之后，平台会自动给你匹配价格更优的一个商家，以促使你快速的去成交。而自选区的话，就是相对于那种金额比较大的这种情况，金额比较大的情况的话，就会有各式各类的商家来供你去做筛选和选择。这每个商家的订单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限额的一些资金以及可用的 USDT 都是不一样的，并且你也可以点击商家的这种姓名进去之后呢，还可以看到商家的入驻时间，以及它30天的承担数量和承担数据。我们选择入驻时间越早越好，然后它这30天的承担数据越高越好。同时你也可以在这上方可以筛选你想要购买的一些具体金额以及支付方式。我们筛选好金额之后，选择好合适的商家，点击这里的买入。我们输入好这里购买的金额之后呢，还要看一下它这里的广告方的一些具体要求。第一的话，必须要确保实名付款，也就是说，你付款给商家的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以及银行卡的账号，一定是你本人实名认证的账号。第二点的话，就是不要参与各种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了解完这些广告方的要求之后，我们继续点击下单。跳转到这个页面之后呢，同样它这里的姓名和支付宝账号并没有显示出来，没关系，我们需要点击这里的聊天按钮。聊天按钮这里呢，它自动给我们发出来了它这个收款账号的支付宝的姓名以及支付宝的账号，我们需要复制一下它的支付宝账号，然后回到你自己的支付宝平台，把这1000块钱给对方转过去。等你转完这笔款之后，需要再次点击一下右上角的这里我已完成付款，点击通知卖家。点击好之后，等商家确认到你的这笔款到账之后呢，它会自动点击我已收到款，然后呢平台就会把这笔 USDT 给放币给你，这样子你就完成了人民币入金购买 USDT 的这一轮操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易交易所的人民币入金的这种方式。我们进到欧易交易所的首页，在欧易交易所的首页这个板块有一个 C2C 买币的按钮，我们需要点击一下这个按钮，就会进到欧易的 C2C 买币系统。其实欧易的 C2C 买币系统和币安的 C2C 买币系统是大差不差的。首先我们需要点击屏幕的右下角我的这个板块，需要把你的支付宝、微信收款码、银行卡等收款账户直接添加到这个收款管理方式里面。添加好之后，我们继续回到 C2C 买币这个板块。这里会有3种方式，一个是 C2C， 一个是快捷交易，一个是大众交易。C2C 的话就是会展示各式各类的商家，商家会发布一些不同价格的订单，包括每个订单的一些 USDT 数量以及限额的资金。快捷交易的话，就是你直接输入你想购买的金额，平台会自动帮你匹配价格最优的商家。而大宗交易的话，就是非常大额的一笔资金交易，就是在这个板块去做的筛选。我们还可以直接点击每个商家的姓名，进到这个商家的具体信息里面，可以看到商家的一个入驻时间，以及商家近30天的成交单数和数据。入驻时间一定是越早越好，成交的单数的这个数据呢，也是越高越好的。我们挑选完这种商家之后呢，同样点击购买，和币安这个购买流程也是一样的，输入你想购买的资金，或者是直接输入你想购买的 USDT 数量。输入好之后呢，点击零手续费购买 USDT，然后再把
对方商家的展示给你的账号来把你的资金转到对方的账号里面去，但是也要符合商家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必须要用本人的实名账号来转账，转账的时候不要备注任何信息，也不要设置延迟到账等等之类的。比如说我这里直接输入100人民币，然后点击购买 USDT， 就会跳转到另外的订单的一个页面，然后继续点击这里的付款详情。这里呢就会出来商家提供给你的他的支付宝的姓名以及支付宝的账号，你需要复制这个支付宝账号转到你自己的支付宝 APP 里面，把这100块钱直接付给对方。付完之后呢，需要你点击一下我已支付，然后商家呢就会自己去确认一下你的这笔钱到账没有，如果到账了，商家也会点击我已收到款。这样接下来的话，平台就会把冻结的那笔 USDT 直接划转给你，这样的话你就成功的在欧易平台上面完成了人民币去购买 USDT 的这一套流程。现在我们学习完在币安和欧易上面用人民币入金购买 USDT 这一套流程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在币安和欧易上面用 USDT 去购买比特币或者其他的加密货币，也就是现货交易模式。当你在币安交易所购买好 USDT 之后呢 ，USDT 会到达你这个资金账户，需要你从资金账户划转到交易账户，也就是现货账户。我们点击这里的最大，然后点击确认划转。划转之后的话，才可以去用 USDT 去交易各类的虚拟货币。我们再找到底部栏的交易按钮，然后选择这里的现货交易。现货交易左边这个栏目是每个币种的盘口区，盘口区的话，红颜色的话是这里的卖单的挂单金额和挂单信息，绿颜色的话是买单的一些挂单信息。而这里的话，左上角这里的话是可以直接选择各类的虚拟货币的一些币种，比如说你想交易比特币，我们选择比特币对 USDT 的这种交易对。右边的话是下单的这个按钮。点击买入的话是直接用你的 USDT 去购买成比特币，点击卖出的话是直接拿你手中的比特币去兑换成 USDT。订单的类型的话，通常会有2种类型，我们点击这里的市价单，点击进去之后呢，会有可供选择的这种订单类型，主要选择的都是一些限价单或市价单。这2种会有什么区别呢？限价单的话，就是你个人觉得，比如说现在比特币这个价格太贵了，我想以更低的价格来去成交。那你就可以挂一个比如10万美金的一个价格挂在这里，等到比特币跌到这个10万价格的时候，平台会自动帮你成交进去。而市价单的话，就是以目前市场上最优的这个价格自动帮你成交进去，这就是市价单和限价单的一个区别。我们这里就以市价单为例，我们选择市价单，这里呢就不可以直接去修改价格了，因为你是以直接市场上最优的价格来成交的。这里可以输入你想购买的金额，或者是直接可以把这里的滑杆拉满，拉满之后呢，点入买入 BTC， 这样的话就直接成交了。而你想卖出 BTC 的话，需要切换到这里的卖出这个按钮。同样以是市价单来成交的话，可以输入你成交的金额，也可以直接把你这里的滑杆直接拉满，拉满之后的话就点击卖出 BTC，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把你手中的 BTC 卖成 USDT。欧易交易所的交易功能和币安交易所的交易功能其实差别不大。我们进到欧易交易所的界面之后，我们要选择这里的资产，把你刚刚在欧易交易所用人民币兑换成的 USDT 呢，需要划转一下。我们点击这里的划转按钮，需要把资金账户的 USDT 划转到交易账户里面来，点击这里的最大，然后选择确定。划转成功之后呢，需要点击底部栏的交易按钮，选择交易模式的现货交易。左上角是可以切换各种币种的选项，上方是比特币对 USDT 的 K 线图，下面的话是下单的区域，这边的话是交易盘口的布单。欧易交易所的现货交易模式和币安的现货交易模式的各项功能差别不大，你学习好币安的交易各项功能之后，同样也可以使用到欧易的交易所的现货交易模式。了解完币安和欧易的现货交易流程之后，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讲一下在币安和欧易上面如何去安全的出金变现。首先，币安上面出金的一个具体流程的话，还是需要把你的现货资金去划转到资金账户。我们点击这里的划转按钮，然后选择一下币种，币种的话基本上都是 USDT。这里输入你想变现的 USDT 的一个数量，或者是直接可以选择最大，然后再确认划转。点击确认划转之后会弹出来，这里有一个出售加密货币，我们直接点击一下，这样子就直接跳转到了币安的 C2C 的一个交易系统里面。
在币安的 C2C 交易系统里面，我们现在是选择的卖出的这个模式，在卖出的这个模式呢，会有一个神盾的这个勾选的一个选择。神盾呢是币安一个特有的一个商家的一个体系，因为神盾商家的话会比普通的商家在币安质押的保证金要高很多，所以说他的违法犯罪作恶的一个成本会更高。第二点的话，如果你找神盾商家出金，你的账户被冻结了，是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赔付的。虽然这个赔付的比例只有10%，但是也意味着神盾商家他们作恶的成本又提高了一个档次。那勾选到神盾商家之后，我们是不是就直接随便找一个商家就去做交易呢？其实并不是的，我们还需要去选择一下这里的神盾商家，去看一下神盾商家的它的一个昵称，我们点击它的昵称，点击进去，去看一下他们这些商家入驻的一个时间，以及30天的承担数据以及承担率。入驻时间越早越好，就是时间越久越好。时间越久的话，代表这个商家他已经做这笔生意是做了这么多年了，做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说明这个商家是他的行事的风格以及他对自己的资金把控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在非常严格的前提之下，30天的他的承担数据又非常高，那说明他这个商家的话就大概率是一个很靠谱的一个商家，我们就按照这一条规则来去找。比如说我现在找到了这么一个商家，我以这个商家的数据来举例啊，这个商家的话，他的入驻时间是900多天，看到没？923天。然后他30天的承担数是9384，并且他30天的承担率是100%。像这种商家的话，我们就完全可以和他做交易。接下来我们筛选好商家之后，直接点击这里的卖出按钮，就会跳转到这里的下单界面。下单这个界面的话，你可以选择按金额出售，或者是直接按 USDT 的数量出售。我就直接选择这里的按 USDT 的数量来出售给商家，点击这里的全部。大家有看到没？他这里的商家的话是设置的 QQ 钱包。我个人还在录制视频之前的话，还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 QQ 钱包。QQ 钱包的话，就是在你的 QQ 账号里面，在个人设置的这个头像页面，然后你可以点击这里的余额，它可以和微信互转的，知道吧？你可以从 QQ 钱包转到微信，也可以从微信转到 QQ 钱包。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想使用这种支付方式的话，可以把自己的 QQ 钱包的收款码去添加到自己的收款方式上面来，然后就可以使用这种收款方式了。像这种比较小众的收款方式，我个人觉得它去动卡的资金概率会更小。那我们继续点击这里的下单，点击下单之后就会跳转到另外一个界面，另外一个界面的话会显示出来对方商家的实名信息，并且你要查看一下对方给你打钱过来之后，他打钱的那个账户和他在币安上面绑定的账户的实名信息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是一致的，请你第一时间把钱给他原都退回出去。退出去之后的话，也还要去找到客服去提交申诉，并且投诉这个商家。因为如果他没有按照实名信息来付款的话，大概率这笔资金也是有问题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他会私聊你，就是在币安的这个C2C 的这个系统里面，它会有一个聊天的界面啊，在那聊天的界面，他会私信你。有些商家会一般怎么去做私信呢？就是他会告诉你，哎，我今天的这个支付宝或者是 QQ 钱包限额了，我可不可以用家人的账户给你付款？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直接说 no， 说不，好吧？像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也是在洗钱，甚至有这个钱是不干净的。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只要保证以下几点的话，你大概率出金的话被冻卡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首先第一步的话，要勾选这个神盾商家，下面的话筛选一下这所有的商家的一些资料。如果商家的入驻时间越长，并且他的承担数据越高，那大概率还是算比较靠谱的一个商家。在这种靠谱的商家里筛选下单之后，并且一定要观察这个商家的付款信息，他的付款信息如果是和他在币安上面绑定的实名信息是一致的话，那就 OK。大概率这笔资金是问题不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欧易上面又该如何安全的出金呢？欧易上面出金的第一个步骤，同样也要把交易账户的资金去划转到资金账户。我们点击这里的划转按钮，这里是从交易账户划转到资金账户，划转的资产是 USDT。我们选择这里的最大，点击底部栏的确定，就划转成功了。划转成功之后，我们切换到欧易的这个首页的页面。继续点击这里的 C2C 买币，就进到了 C2C 买币的系统。
在进到 C2C 买币系统之后，我们要切换一下这里的出售的这个模式。点击出售模式之后，我们直接在这个 OE 的 C2C 这个系统里面，首先做一下筛选这个商家，因为在 OE 的 C2C 系统里面是没有像币安里面有一个神盾商家这样的一个筛选的。但是呢，我们同样也是可以在 OE 上面找到类似于币安的这种神盾商家。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两个商家后面带的这种标志会有不同的一个区别，而这种带紫颜色星环的和这种普通的星星的这种标志呢是有区别的。我点击一下给大家去看一下，这种带紫颜色星环的是代表着是钻石商家，钻石商家比普通商家的话是信誉更优秀，交易体量非常大的一个顶级商家，而我们需要找的就是这种钻石商家来去出金。找到这种钻石商家之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的一些基本情况和资料。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商家的入驻时间，它的入驻时间是23年的，大于1年时间，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再看一下近30天的一个承担数据，30天的一个承担数据，我个人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数据还是挺高的。它30天有3700多笔一个交易，并且它30天的承担率的话也是100%，说明这个商家的它的信誉程度还是非常高啊。像和这种商家去做交易的话，大概率还是比较可靠、比较安全的。但是呢，有一点不方便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像这种钻石商家，他们的限额资金的话还是比较大的，像他这种都是2万人民币起步。像这种小额商家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这种钻石商家去做这笔生意了。那也没关系，我们直接找普通商家里面，它的承担数据、它的入驻时间最优质的，或者是比较优质的都行。如果你是小额的商家的话，可以在这里做一下金额的筛选。比如说你想出售100个 USDT 以上，我们就筛选100个 USDT， 这里就直接筛选出来所有符合100 USDT 以上的这种商家。在筛选出来这些商家之后，我们同样要去多看一下商家的基本情况，包括他的入驻时间、他的承担数据。入驻时间越早越好，承担数据越高越好。筛选好这个商家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出售按钮，然后把你的这个金额或者是数量填写上去，点击这里的出售按钮。当你下完单的那一刻就是点击这里零手续费出售 USDT 之后，会跳转到另外一个界面，另外一个界面就可以直接看到对方商家的实名付款的信息。如果他实际的付款信息，他给你转的那笔账，对方的银行卡账号、对方的支付宝的名称、名字、姓名和这上面的是对不上的，那你一定要把这笔钱给退回过去。如果出现了他和你私聊自己的银行卡账户或者支付宝账户限额了，可不可以用家人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给你付款？你这种情况的话，一律要说不，好吧？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向客服的话去做申诉，并投诉这个商家。OK， 这里的话就完全讲清楚了，在币安和欧易上面如何安全的出金变现的一些小技巧和一些具体的步骤。那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全流程的，并且手把手的教大家在币安和欧易上面如何注册、下载、入金、现货交易以及出金变现等一系列流程。如果对于这一套流程你还有什么其他不懂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我看到了会第一时间回复你。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能够对你起到一点点的帮助，请对我的视频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大家的观看。